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有种你就劈死我呀！从小妈妈就被车祸撞死，弟弟也不知所踪。我找了10几年，工作也丢了，弟弟到现在还是没找到。老天爷，你对我不公！行，今天我就站在这儿了，劈我呀，劈我呀！我的眼睛，我怎么能看到墙里的人？我能透视了。唉，好饿呀，去买点东西吃吧。啊，只有这么点钱了，我才刚被开除，没了工资，以后怎么办呀？哎，怎么样？你刚刚买的彩票中了没？别提了，彩票没中，还刮了5张刮刮乐，就中20，这玩意儿真得运气好才行。我刚刚获得了透视的能力，能看到刮刮乐里面的文字。买刮刮乐是稳赚不赔呀！哎，美女，过来看看刮刮乐。真的能看到里面的文字啊！这有新到的点石成金彩票，头奖100万，要不要试试？老板，先给我来3张。行，又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，还这儿赌运气呢。靠着我这透视眼的能力，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先刮2张小的试试水。真的中奖了！快看，我中奖了！中了多少？我看看，中了20。切，才中了20块，我还以为中了什么隐藏大奖呢。就是，就回个本儿，你高兴成这样。又中50啊！你这3张2张就回本了，还赚了10块。小姑娘，你这运气不错啊。我就是运气好了那么一丢丢。哎，又中了，连中3张，怎么可能？美女，你这运气可以啊。100万！中多少？哇，100万大奖！啊！我去，姑娘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真的是100万！小姑娘，你真是神了！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有人刮出来100万啊！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丫头竟然中了100万，我得想办法把钱坑过来。买彩票中了100万，太好了，这下终于有钱了，也算是有了些底气。不过这些肯定还不够，想要找到弟弟，我得赚更多钱才行。美女，哎呀，美女，我看你啊运气不错，要不要趁着好运还在，去玩点别的？别的？美女，我看你似乎在为钱发愁。我呀是开赌食店的，美女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去我店里看看，那可比玩彩票来钱快多了。咔，一刀下去，绝对让你暴富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。去赌石？对呀，有了这双透视眼，我不就是见宝捡漏的好手吗？这样我就可以快速致富，积累资本，有能力去找失踪的弟弟了。哎，美女，啊！美女，你别看我的店小，但里面可有着不少的好料子。你要是万一刀下去切出了极品帝王绿，那价值最少1000万呀！就算你开不出帝王绿，凭你100万的本金翻几倍，它也不是什么问题。看来这人是盯上了我的100万呀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用透视眼赚他的钱。好啊，老板，你带路吧。来，美女。老板，你这石料怎么卖的？美女，具体看你选哪块料。嘿嘿。哎呦，这色泽是冰种翡翠啊，这块怎么卖？这块300。哦。那这个呢？这个4500。
这么贵，我去，那石头这么老板怎么差那么多？美女，新人吧，这不同的石料，这价格也是天差地别。新人好啊，总想着一刀付，坑起来最简单，何况还是这样一个美人儿。美女，这些呢都是些边角料，你要真想靠赌石致富啊，不妨去里边看看，店儿里边啊那可都是好料子。还想骗我的钱，看谁血本无归。不用了，老板，就这块吧。啥玩意儿？你不是刚中了100万，就选这些边角料啊？老板，其实我父亲欠了好多钱，那100万是用来给他还债的，我没钱买贵的。美女，你要真想玩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哎，就是啊，咱俩赌一赌，谁开出的价值高谁赢。你要是赢了呢，我以市场价的2倍进行回购；你要是输了嘛，如何？你要是输了，就得把钱留下。小美人儿，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小姑娘，这可不能答应啊！这明显是在给你做扣呢。就是啊，小姑娘，看你年纪轻轻，长得还好看，你学啥不好，学人家赌石。像他们这种人呐，就专门坑你们这种生瓜蛋子的。哎，胡说什么呢？我这个店儿在这儿也开好几年了，怎么可能骗人呢？再说了，这是我跟这美女之间的事儿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她要是不乐意，我还能强迫不成？老板说的是，我运气向都还好，要不我就试试。那就还请各位给我和老板做个见证，输了可不许耍赖。哎，你们在这可都听到了，我可没有逼迫他，我们店啊向来都是说话算话，童叟无欺啊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怎么不听劝呢？算了，非亲非故的，管他呢，他要赌，咱们就看个热闹。哎，不，这些生瓜蛋子就是该交学费。看来又要有人遭殃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美女，请吧，我们就从这些石料里选出来做比拼。行，就这些是吧？选好了，就这块。美女，你还真够执着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能要这石头料呢？听我的，选里面那块，那块上面有些松花，出绿的概率绝对比你这块高。哎，就你话多。美女，买定离手可就不能变了啊。不变。老板，你请吧。好，我就选这一块了。美女，我们开料吧。好啊。小李，来，把这块石头开了。老板，出绿了。哎，老板，出绿了。哎，哎呀，这破料里都能出绿，这家店不错呀。哎，来，大家伙都看看，蓝绿3分水的糯种，这种原石能开出糯种也真不错了。美女，你还是直接认输吧。这老板还真有些本事，真厉害！一块1000元不到的原石，居然开出了糯种翡翠，这市场价少说也得8000多了吧？就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呀！这小姑娘这下惨了，她那300的破砖头料能开出来才有鬼了，这下有好戏看喽！老板，急什么？我这块不是还没有开吗？我再确认一下，您说的，如果我开出的价值比你高，这单免了，东西归我，是不是？当然，美女，你输了，你就得留在我这任我处置。我看你还是不要负隅顽抗了，就你这小破石料，不可能开得出东西的。我呀，以后肯定好好教导你。不劳老板费心了，有这么多人做见证，开始吧。这小姑娘真是不知所谓啊！这料能开出什么嘛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到现在还想着一刀付的美貌呢。要我说，有这身材脸蛋，找个大款棒得了。可惜啊，便宜了这老板了。哎，不对劲儿，有东西啊！这什么这？是不是没出绿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是，他出绿了。
出绿就出绿，就他这个小破食量，顶了天了出了个豆种，能值几个钱啊？走吧，美人儿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老板说的是，不会是怕了吧？要不看看再说呢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告诉他到底出了啥？是杨绿冰种，听见没？哎，少辉英儿，怎么可能？真是冰种啊！这小姑娘真厉害啊！这杨绿冰种最少得值10万块钱呀！这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呀！我的天！那就谢谢老板啦。妈的，怎么会？这东西都最少值10万，这要给了他，老子不得亏死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小姑娘，你这空手套白狼不好吧？这原石你可还没付钱呢！啊，老板，你怎么这样呀？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就是，耍赖怎么能耍赖呢？怎么还耍赖皮呢？哎，拿来吧，拿来吧。拿什么拿？这块原石至少得给我5万块。老板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刚刚还说只值300，现在就狮子大开口。这是老子的石料，老子想怎么开价就怎么开价，买不起赶紧滚！慢着，哎，你这石头确定卖5万？不是你谁呀？你们烦不烦？你们要是拿得出5万块，赶紧拿出来；拿不出来就赶紧滚。这5万我替他出。不是你谁呀？哼，钱扫过去了。姑娘，这石头我15万收，你卖吗？捡漏果然是致富的秘诀呀！这泼天的富贵总算是到我了。弟弟，等我，姐姐马上就来找你了。卖，当然卖。这样，刚才我帮你交了5万，我再补你10万。行，成交。好了。呸！真他妈的晦气！哼！哎，热闹没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！哎，慢着！你还要干什么？就是啊，姑娘，你还想干啥？见好就收，赶紧走吧。我还要开石。啊，姑娘，你还要开石啊？哼，这赌石可不是开玩笑的啊！你这能开出1次，可不一定有第2次。是啊，姑娘，别这么贪心，哪有次次都能捡漏的呀？你这是捡了1次漏，飘了吧？美女，怎么你还想玩玩？对啊，本姑娘现在有钱，就是想玩。怎么，老板不会是怕了吧？毕竟我可是白得了10万呢。有意思。切，好，既然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只要你能出得起价，店里的石头你随便挑。哎，好啊，那我就趁着运气好，好好玩玩。正好让你给我亏的全吐出来。美女，请吧。进了这个店啊，想出去那可就晚了，不消费啊，你可出不去。哎，老板，那你就不地道了啊！你这不是强买强卖了吗？你滚一边去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的地盘我说了算。再说我也没有架着他进来啊！滚滚滚！那你这不是黑店吗？切！你要是乐意看乐子你就看，不想看赶紧滚！走！哎，老张，你当什么老好人？去看热闹得了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绝对不会跑。还是美女识时务，玩得起。大哥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你放心吧，我运气好着呢。啊！老板，就这块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换一块，怎么能选这块呢？哎呀，你真是靠运气的生瓜蛋子呀！刚才选那块砖头料也算了，你现在怎么能选这块破料啊？美女，选好了可就不能变了。大哥，为什么不能选这块呀？我看这不挺好的吗？哎呦，小姑娘啊，你是真不懂啊！你看这上面啊，这个黑灰色的斑块这么明显，这一看呀就是死险呀！就算是能出绿，这也是劣质绿，知道吗？会结垮的，会结垮的。哎呀，你听大哥话，趁你还没付钱啊，赶紧收手。对。哎，大哥，没事儿，我相信我的直觉。就解这块。哟，这块石头虽然表面上是死险，但是凸起的地方可是猛在，只不过长在了石脊上，不容易被人发现罢了。姑娘，有眼光。
笑吧笑吧，这破石料，老子都打算放到1000元头去，却被你买，看来老天都是要帮我。待会儿看你怎么还笑得出来。哎，小李，来，过来，把这块石头给我开了。好。小李怎么样？出了。我去，这都能出啊！哎呦，这小姑娘运气好啊！咋会有人运气这么好呢？运气好有什么用啊？那死险这么明显，这多半是要接垮了。亏多少啊？没亏，赚了。赚了多少10玻璃种。什么？真是玻璃种！我在这儿晃悠了一辈子啊，能从这破石料里开出玻璃种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呀。姑娘，你厉害呀！都是运气好，都是运气好。我来看看。哎，哟，这还真是玻璃种啊！而且啊，还有3分水的摇绿，这种品质最少值300万。这种品质最少值300万。什么？300万？300万？嗯，真就一刀暴富了。姑奶奶，你这运气太好了吧！你快让我沾点。哎呦，姑娘，这块石头我出300万，你卖吗？卖，当然卖。这位先生，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拿来。这块原石是我的，你出什么出啊？老板，我可是出了钱的，怎么又成你的了？这块石头可是我的，还没离开我的店，我不卖还不行？钱退给你，赶紧滚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呀？就是呀，老板，哪有像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这老板也太不是人了吧！就是嘛！哎，我怎么做生意要你们管？赶紧滚！滚！老板，既然你要抢我开出来的原石，行，我一个弱女子反抗不了，原石我不要了。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离开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再怎么说，我也给你赚了几百万，你送我几块原石不过分吧？小娘们儿有点邪门啊！就那些破烂，哪有这宝贝值钱？省得这些人堵在这儿。小姑娘，看你也不容易，这样，我就让你选3块石头，不过呢，5万以上的石料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行，那我就100元、1000元、10000元各选一件。哎呦，美女，你还挺讲究仪式。走。呸！死黑店，亏死你！再也不来了。哎，这位老板，这块原石呢，你要想要350万卖给你，要不要呢？就请你赶紧离开。这石头现在应该是他的吧？你小子，给你面子叫你一声老板，不给你面子，我让你在这一带混不下去。你要没有钱啊，赶紧滚！我告诉你，土石讲究的就是愿赌服输，你就这么开店？小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老子就是这么开店，你能怎么着？啊，小子，老子警告你啊！你要是再不滚，我立马动手啊！哟，你要跟我动手啊？嗯，看看我是谁？您是天宝协会会长陈景明？陈会长，小人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无意冒犯了您，您放过我吧。这个原石你要想要，尽管来取。这东西啊，我自会叫人来取。不过你不守规矩，你这店儿啊，怕开不下去了啊！陈会长，你饶了我吧！我叔叔可是天宝协会的项羽师，你放过我吧！陈会长，不管他是谁啊！陈会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呸！什么黑店？哎，姑娘，就这样。要我说呀，你还是经历太少了。所以说这个赌石啊，还得去大店，或者去专门的场所，那才有保障。这样的店啊，黑着呢。对，谢谢你啊，大哥，今天一直帮我说话。没事。我的大财主
我的300万啊，估计他们都已经成交了吧？这么巧啊，小姐，又见面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卡号，我把300万转给你。啊？可是……嗨，没事儿，你交了钱呢，这东西啊就是你的。而且啊，我也跟那老板说了，我会找人去取的。我把钱转你。这也太好了，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嗨，大恩不言谢，这个就送给你了。好，看着治理不过也就块废料，收下也无妨。谢谢啊，那我不跟你们闲聊了，我呀要去趟紫玉阁，有点事情，再见。姑娘，你这2个是不是也要开了？是啊，大哥，那去哪儿开呀？这简单，你直接去那个自营，那儿肯定有保障。去那儿开的话，说不定人家会现场回收呢。这样，大哥我还能再凑个热闹。紫玉阁，这不是财神爷刚刚要去的地方吗？走。走。哎，什么破石头啊！什么时候眼神这么差了？哎，姑娘，你也来赌石啊？不是，我来解石，省得那黑心老板又给我贪了。姑娘就这么自信，知道这2块能开出东西啊？那是当然啊，我运气一向很好。老板，解石怎么算？拿来吧。解这2块石头，价钱多少？新店开业第1单，送你吧。这么好，那谢了。这都什么垃圾啊！你看这块石头怎么样？怎么样呢，老板？出了没？哎，出了，竟然出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姑娘，出了，是墨翠，看这种水，应该是玻璃种满透啊。我看看，还真是满透啊。姑娘，我想……我懂，卖，我卖。姑娘，我还没说价格呢。财神爷，你今天可是帮了我大忙了，价格挑不出毛病，我信你。那就感谢姑娘支持了。我跟你说一下，是这样，像这种的，一般在市场上不会低于50万。姑娘，我给你60万，可以吗？成交。老板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那块也切了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我去，又怎么了？哎呦，这远远看去咋这么绿啊？是不会是帝王绿吧？这还真是帝王绿啊！真是帝王绿啊！我混迹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见开出帝王绿的。哎，财神爷，这块原石你收吗？收啊，当然收啊！像这种层次的，本来就少见，我一定要收。姑娘，好眼力啊！那老板给多少钱收呢？这一块儿，我给你1500万，可以吗？1500万，我不会是做梦吧？被雷劈了一下，转眼就成了千万富豪。老天爷，对不起，昨天是我太大声了，求你来劈死我。那也太好了，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加个好友，改名回见，我请你吃饭哈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哪家培养出来的项羽师，居然这么厉害？这姑娘不简单，她开的这2块啊，都是故意的。哎，我那原石呢？啊，那块砖头料啊？不是吧，老大，你不会真以为那块废料能开出玉吧？那是小姑娘送给我的谢礼。哦，我立马就去找。我去，又出了，还是紫罗兰。我看看。嚯，还真是紫罗兰，就是可惜啊，大小的话差点意思。这一块啊，也就30万。哎，这姑娘要是知道她转手送了30万，这不得气得吐血啊！哎，你觉得她不知道？嘿，太好了，总算是发达了。我现在有着将近2000万资产。哎，弟弟，等着姐姐，马上就来找你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得先改善下生活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找人。喂，姐妹，出来消费了，今天全场苏女士买单。苏抠门儿，难得这么大方，等我，马上到。
苏小姐，明天有空吗？找你谈个合作。财神爷的合作，今天一出手就是2000万，这财神爷绝对不简单。或许找弟弟的事可以请他帮忙。喂，苏苏，我可能来不了了，我妈出事儿了。没事儿，你先别急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马上来。伯母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咱俩刚打完电话，我妈就跟我说她出车祸了。我这不紧赶慢赶，衣服都没换就直接过来了。啊，伯母，你没事吧？小宁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看我这也没什么事儿，是他们呀，非让我在这儿等着。这位夫人，毕竟是我孙子开车让您受了惊吓，您还是安心检查一下，我们也放心呐。是啊，妈，你检查检查也好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谁知道会不会落下什么毛病？你这孩子，他们刹车刹得早，根本就没碰到我。你看我这也没什么事，咱可不能讹人呀。不是妈，我好歹我一律师，这我能不知道吗？再怎么说也是他们让你受的惊吓，那既然愿意给你检查，你就收着呗，担心啥呀？是啊，阿姨，您就检查一下吧，反正我们宋家也不差钱。哎，医生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没啥事吧？令堂车祸倒是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令堂胆囊似乎有一些病变。让我看一下。你看什么？医生，你快给我妈看看，这到底严不严重啊？宋老愿意出手，哪里能轮到我呀？啊，宋老，我爷爷可是这家医院的老院长，当代的国医圣手，而且还是收藏界的泰斗。你不乐意让我们看，我们还不乐意医呢。老爷子，您别急，微微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关心则乱。无妨。脉象沉滞，胆腑有瘀，这淤堵的性质有些难定了。宋老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严重吗？令堂这是气瘀，还是痰结，还是有湿邪？实在是有些难以断定。毕竟以现在的仪器，只能看出个大概，难以定性，有些棘手。那是不是只要知道阿姨的胆囊到底是什么情况就行？那是自然，这样就可以对症下药了。不过难呐。这简单。老医生，我觉得阿姨这个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痰结湿邪。何以见得？阿姨平时喜欢吃糯米和猪肉，我之前看书上说啊，胆不好的人吃这些东西，他就容易积食，这样出现细小砂石的可能性是不是就很大？对呀，姑娘，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。有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得从无症里面找有因。姑娘，你很有天赋，要不要跟着我学医啊？不了，算了吧，我哪是什么学医的料啊，全靠这双眼睛。无妨，等你考虑清楚了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这是我的电话，随时打我电话。财神爷，喂，苏小姐，是我。昨天给你发的信息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苏小姐，明天有空吗？找你谈个合作。好啊。那咱们一会儿找个地方谈一下，一会儿云端咖啡店见。好。嗨，财神爷，我在这儿。坐。苏小姐，要不咱们还是换个称呼吧？明白，那以后我就还叫你陈老板吧。陈老板是要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是这样，苏小姐，我觉得你啊眼光独了。明晚呢，正好有一场拍卖会，我想请你陪我一起去。那边啊有很多的原石，而且还有非常名贵的古董，我想请你帮我长长眼。至于报酬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咱们就按照项羽师的标准来走抽成10%。如果你能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再额外支付你20万。既然是合作，我可以不要报酬，但是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但说无妨。帮我找一个人，我弟弟苏雨辰。
没了？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？啊，我当时只有5岁，记得的东西实在有限。啊，没关系，交给我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哟，这不是苏雨宁吗？什么时候这地方也是你能来的呀？你都能来，我凭什么就不能来？美女啊，他给了你多少钱啊？我出双倍，来陪我。哼，陈老板给了我20万。你疯了？20万？苏小姐是我请来的鉴宝师，你们最好对她尊重些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苏雨宁，你什么时候会鉴宝了？帅哥，你可不要被他这副清纯模样给骗了。他呀，就是一个刚被我们公司开除的烂货，哪里值20万？就是啊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垃圾，就敢称自己是鉴宝师。我告诉你，这元清花月下赏梅瓶，必定是我楚家的囊中之物。哼，是吗？那就拭目以待。你，哼，神气什么？不过就是仗着陈家的底蕴罢了，还敢称自己是相遇大师了？这次有古大师出手，你们就等着被我踩在脚下吧！哎，你们看，前面那是天宝协会1级鉴宝元老古大师，还是一名厉害的相遇师呢。还有翡翠王杨老，最边上那位是那位李老吗？他可是收藏界的大拿之一呀。看来这次拍卖会好东西可真不少啊。是啊。欢迎各位莅临天星拍卖会会场，此次天星拍卖会正式开始。本次拍品都是经过专业人士鉴定，不过难免存在失误，但即便是仿品，也有着一定的收藏价值。每次出价不得低于起拍价的1/10，诸位谨慎出价哦。其次呢，这会引导着一些感兴趣的人自己来鉴宝，这其中不乏有些自以为是、想捡漏的，即便是一件仿品，也能被炒出天价。当然了，也不乏有真本事的，比如说老头子我，只要我看上的东西，这一出价，那些没本事的、喜欢从众的，就会感觉那些一定是好东西，便是一堆破烂，价格也能翻上几番。老爷爷，你可真厉害！这最后一点呢，众人也就忽略了抬价高的问题。起拍价1/10的价格，能在天星拍卖场的东西，起拍价最低也得7位数。这么贵，那岂不是每次加价不能少于10万？杨老头，这没本事，也就在一个小姑娘面前瞎显摆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你不是那个古岩老儿吗？哟，贤侄，你刚当上会长，官威好大呀，可别没威风几日就又下台了。这事儿啊，就不劳烦古大师费心了。陈小子，你怎么又惹到那老鬼了？还有，你这哪儿请来的小女娃，能行吗？哎呀，杨爷爷，一些小事罢了，我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们认识啊？好了，诸位，开始拍卖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一个土疙瘩，是原石吗？杨老头，你真是老了，连原石都分不清了。看这样子，应该是某件受损的古董吧？这天星拍卖会啥时候这么掉档次了？这东西能值什么钱？有什么收藏价值？这应该是枚印章。哦，印章？
不能吧？丫头，这怎么看都是个土疙瘩，哪里看着像印章啊？你咋看出来的？可笑，都没长长眼，就说里面是印章，真当鉴宝拍卖是儿戏啊？这样的黄口小儿都能放进来，老夫真是羞于为伍。老头，怎么这拍卖会是你家开的，还不让人猜测了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倚老卖老，切！哼！丫头，好样的！我就看不惯他倚老卖老的样子。你说的太好了。苏雨宁，你怎么跟古大师说话的？古大师好歹也是前辈，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，不虚心受教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顶撞大师！我是不是门外汉，你又知道了。你这么厉害，这么爱学习，怎么不自己上去长长眼啊？你受教的时候不会都是跪着吧？你，楚少，没事。哼，丫头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好样的。不过你得小心，这老家伙怕是得彻底记恨上你了。嗯。经过专家鉴定，这土疙瘩里面的东西可能是西周中期的一枚印章。还真是枚印章，丫头可以啊。哎呀，不过某些人呐，那老脸我都替他疼啊。不就是运气好，瞎猜中了一次罢了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从露出来的一角来看，这枚印章的材质应当是玄玉。上面有玄龟2字。玄玉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李老，平时你对印章字画是最感兴趣的，这玄玉是什么东西啊？玄玉是一种仅在西周王室记载的一种特殊玉料，质地似翡翠，但十分易碎。可惜啊，若是这枚印章是完整呈现的，价格不可估量，但保守估价也是在1000万以上。李老说的不错。可惜这枚印章目前处于被泥块包裹的状态，经过上千年的粘合，已经很难分离出来，稍有不慎就会将其损坏。因此起拍价300万，当做开胃小菜。诸位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拍回去试试啊。若是分离成功，那可是赚大了。哎，难呀！使用现在的纳米技术，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也难以将之分离出来，稍有不慎就分崩离析了。那这不就是一堆垃圾吗？这猜中了又怎么样？还是一文不值。那就赶紧下一件吧，这破东西谁会要啊？那难不成这成了天星拍卖会流拍的首件物品？罢了，我300万。苏雨宁，你这刚被公司开除，哪来的300万？你怕不是来捣乱的吧？也罢，既然有人出价了，我老头子就没必要开口了。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？没看到那几个大佬没一个给价的吗？这个有。陈锦明啊，这就是你花高价请来的项羽师啊，居然看上了一件破烂。怎么，他没钱付，你要替他付这300万不成？楚少爷，你还真是费心啊。苏小姐没钱，我自然会给啊。这位小姐，你确定你能出得起价吗？若是鬼价，你可要承担我行一半的损失。鬼价？什么是鬼价呀？鬼价就是虚价，你出价之后却不付款，交货的时候给不了钱，最后啊，你还得付给拍卖行你出价时的一半，而且啊，东西不会再给你。这不就是在抢钱吗？哎，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这是规矩。这位小姐，你想好了吗？你可只有这一次反悔机会。这东西价值不低，他们无法清理出来，是因为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随时会损坏里面的东西。但我可以看到啊，不就是300万吗？拼了！我想好了，我就出300万。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这300万你怕是一辈子都还不清了。白痴，花300万买个土疙瘩，和那人一样的自以为是。这位小姐出价3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谁会花300多万买一个土疙瘩呀？他傻，我们可不傻。300万1次，300万2次，300万3次。恭喜这位小姐获得本次拍卖会的第1件拍品，请现场完成交易。
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真的会有300万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不要用你那双只会看男人的眼睛看着我。哎呀，丫头，还不快谢谢李老头！要是他开口，这东西你300万可都是拿不下来的。谢谢大师。这东西呢，我也是不想让它流拍罢了。既然让你得到了，就想办法把它弄出来，到时候来找我，我给你回收，价格绝对让你满意。不过这有些难呀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在就能把它清理出来。不知者无畏，那包裹的土疙瘩材质也不一般，你也不知道里面的纹路图案。我劝你啊，找专业的人来，不要白白损失300万。是啊，丫头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没事儿，我有把握。哗众取宠罢了。就是，还真把自己当跟葱了。服务员，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印章，而是一枚玺印。这要是出来了，价值怕是还得再涨。难不成他真的可以弄出来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慌什么？他不过就是运气好，这不还有大半包裹着的吗？我就不信他还真能完好无损的弄出来不成？您说呢，古大师？不得不承认，这位小姐有两下子，不愧是能从我侄儿手里捡漏的主。不过这个玉玺还被包裹着，这印章雕刻繁复，后面的图案还不知道怎么复杂，如果稍稍有一点失误，那可就……连古大师都这么说了，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天赐玄龟，这莫不成就是天赐玄龟玺？这什么什么玺，很厉害，很值钱吗？啊，终于好了，还好有这双眼睛，不然这东西可就废了。哎呀，姑娘，这个东西可否借我一看？当然，还请您给帮忙长长眼。受天命御8级，这真的是天赐玄龟玺？是什么玺？老东西，你可别卖关子了。我看玉石可以，但看古董是真不在行。你快说，这东西到底值不值钱？值不值这300万？不，这……我就说吧，就他怎么可能有什么真本事？费再大的劲儿又怎么样？花300万买的东西又怎么样？垃圾就是垃圾。你懂什么？谁说这是垃圾了？天赐乃防速，代表天命和速度。玄龟乃是上古帝王祭祀用的黑色玉制礼器。这玺印乃是周天子封给某位祭祀大师的信物，是当之国宝，无价之宝。本还不想赶尽杀绝，但你既然如此扫老夫颜面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什么？他居然真的弄出来了，还是个无价之宝！姑娘，这东西老夫收不了，还请保管好。该死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？这一定都是假的，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无价之宝？他吹的吧，跟真的一样！你在质疑老夫？贱人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李老是什么人？是你可以质疑的吗？行，这次算你运气好。不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接得住？诸位，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拍卖。接下来是5天星拍卖行寻到的几块高价原石，接下来将进行依次拍卖。到了，终于到我出手的时候了。真小子，这几块原石可都是好料，你就不想玩一玩？杨爷爷，我就算了，我今天只为了那最后的元青花。行，宋老头好福气啊。哎，丫头，听说你赌石也有一手，怎么样？要不要玩一玩？我倒是也想，就是手头有点紧。这有什么？实在不行让陈小子借你点，实在不行我借你也可以。各位，因为之前的单个这5块原石我们将不再单独拍卖，而是以5块一起打包的方式拍卖。想必诸位对这几块料子都有所耳闻，我就不再过多介绍。起拍价总计为……等一下，老夫有个提议，为今天这个无聊的拍卖现场添点彩头，给诸位助助兴。郭老头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位苏小姐，听说你昨天开出了一块帝王绿，对这赌石颇有手段，不如今天我们就用这5块原石做赌，现场开石。老东西，你这不是欺负小辈吗？赌石凭的是实力，靠的是眼力。苏小姐年龄虽小，
但眼力不俗，公平对赌怎么叫欺负呢？你个老不休的，我不同意。这石料老子还要买呢，凭什么让你拿去赌？那不如一起啊！我们各选一块当场解石，以品质定胜负，一轮定输赢，赢家通吃。最后一名的输家不仅要承担这5块原石的全部费用，更要当场宣布永远退出赌石界。你疯了吧？玩这么大？怎么了？不敢了？怎么样，苏小姐，敢不敢应战？退出赌石界啊！古老师赌注也太狠了吧！这是不想让这小姑娘活呀！古大师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她一个小姑娘，年纪轻轻的，一看就是新人。不过这个小姑娘到底谁呀？竟然惹到了古大师！欺负人？新人？你没听刚刚古老说，这小姑娘可是开出了帝王绿的，怎么能是新人呢？嘿，管他是新人大师的，反正啊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丫头，千万别答应他，这个老东西不怀好意，他可是成名已久的香玉大师，古玩上没玩过你，想在这上面找回点面子，千万别中了他的圈套。香爷爷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丫头，年轻人千万别意气用事。哎，陈小子，人是你带来的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劝劝？你就看着这么好的苗子，就这么断送了自己的生涯。杨爷爷，我跟苏小姐只是合作关系，我不能干预她的选择。况且，我相信她。哎呀，行，就当我老东西多管闲事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狂得无边了。没事儿，不用管他，他就那样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小姑娘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若是怕了，大可以直接认输，从此退出赌石界，好好做人。谁说我怕了？这赌石如插标卖首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穷则穷矣，富则富矣。我押上的是前途，古大师押上的是声望。古大师连晚节不保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苏小姐果真如传言当中如此狂妄，今天老夫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有自信让老夫晚节不保的。苏雨宁，我是真不知道该赞叹你有勇气，还是说你傻，竟然敢跟古大师叫板，你还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怎么这么关心我？那不如你去替我赌。你什么你？不敢就坐下，乖乖当个看客，非要显得你能耐。楚少，你看他。行了，咱们也等着看好戏吧。待会儿古大师收拾了他，看他还怎么得意的起来。牙尖嘴利，杨老头，你来不来啊？看来就我们2个。你也没问问人家拍卖场愿不愿意啊？你不会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吧？牙尖嘴利，贵拍卖行愿意吗？什么咨询意愿？我看就是学艺不精，怕了。哎，都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哎，这样吧，诸位先稍等一下，我去询问一下我们老板。嘿，你们说这天星拍卖场的幕后老板到底是谁啊？这幕后老板神秘着呢，听说呀，有可能是收藏界的泰斗宋老爷子，也可能是早已隐匿的鬼手。鬼手？10年前被誉为赌石第一人的狠角色鬼手？不可能吧？他都消失多久了？大人，现在的情况是……知道了，就定3个亿，让他们赌。可是大人，那这样我们岂不是很吃亏？那几块原石的价值可远超3个亿啊！无妨，就3个亿。是。哼，有点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古岩那个老家伙会不会气死。这些料有什么讲究吗？我怎么看着有几块似乎已经被切开了？这些料子可不一般，有2块是全料，
剩下那3块被人开了窗，而且这开窗的位置极为讲究，一块擦边的，一块切窗，甚至还有一块做了切片。前2片都已经见白雾，说明里面的翡翠是好种，而切片那一块已经见绿，自不必我多说。哎呀，想当初这几块料子最高也就值70万，不过如今随意拎出一块料子，价格就在1000万。要是拍卖的话，每块料子都在1亿左右，风险极高，不然的话，我老头子也不至于盘料盘这么久。这么贵啊？你们为什么笃定这里面一定有料？这哪来的乡巴佬啊？连这都不知道，还在这跟古老对赌？还以为是一场精彩的对决，看来也不需要看了。哪来的愣头青啊？丫头，你倒点醒了我。这赌石本就是一个赌，风险极高，哪有笃定里面有料的？不过从这几块原石品相来看，出东西的几率啊极大。其实啊，更重要的是相中这批料子的人。谁呀？人送外号鬼手的家伙。这老东西眼光毒辣，发迹时专挑蒙头料，却能切掌。哎，不过说回来，他倒和你有些相似。这老东西还是陈小子偶像呢，哈哈。鬼手前辈从未失手，当然是我的偶像了。我们老板已经同意了，并且这5块原石最终的定价只要3个亿。2位，请吧。丫头，老头子我也想下个本儿，1个亿。你要是输了，我就帮你出了1个亿；你要是赢了，就分我2000万。慢着，小姑娘，你能得到天赐玄龟玺，我老头子也愿意和你赌上一把。这1个亿我也替你出了，要是赔了，我也不让你还，只要这印玺时常给我把玩一下就行。苏小姐，你是我带来的，这1个亿我替你担着。李老、祥爷爷、陈老板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，怕我负债，但是这不有人给我们买单吗？丫头，有自信，有勇气，老头子相信你。无知小儿，狂妄！睚眦老头，反弹！你，看你输了比赛，拿什么还钱？你有那印玺，倒也不怕这区3个亿的负债，大不了到时候一卖，几百个亿，好多人都会收的。丫头，听我的，就选从左到右第2块玉石，那一块种老，又有松花。重要的是擦皮开了窗，有白雾，风险最低。丫头，这老东西鉴宝不行，但是看原石还是有一套的，不妨听他的。杨爷爷可是赌石的高手，又称小翡翠王，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。臭小子，翡翠王就翡翠王，什么小翡翠王？丫头，听我的，就选那块石头，必涨。还比不比了，磨磨蹭蹭的，真以为现场指点一点就能够学到本事？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小贱人，当初就应该将他也给弄死。这随随便便就上百亿的东西，怎么能落到他手里？有胆量！我们还如刚才所说，我们2个在这其中各选一块石料，现场切开，不以价值，只以品质定输赢。可以啊。好。不好，这老东西真他妈不要脸。苏小姐，我就选这块，请吧。顾老狗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你就这么欺负晚辈啊？笑话，这是在赌石啊！
我拿我老夫的声誉来赌啊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他呢？再者说了，我们约赌的时候又没有人说谁先选谁后选，自然是先到先得。既然害怕输，那可以退出啊。哼，你大爷的！那是老子先看上的料子。这吃相属实难看，连个过场都不愿走，还真是睚眦必报啊！这小姑娘到底如何得罪了他？嗨，他侄子开了一家店，专门吃回扣。这苏姑娘在他店里挣了几千万，结果他耍赖不认账，坏了规矩，我把他店给关了。怪不得处处针锋相对。行了，老东西，这些料我们盘的也不是1天2天了，哪个材料好，哪个坏，我们心里面都有数，不必再多言。他不是自诩运气好吗？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啊！丫头，咱不赌了，走。笑话！这都已经上桌的赌约了，说走就走。小姑娘不懂规矩，杨老头也不懂吗？放心，我不走。丫头，这必输的局何必呢？虽然说现在怯战先走会被笑话，但是总比输了强啊。放心吧，杨爷爷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听着没有，杨老头，小姑娘都已经说了，你呀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这一块已经是老夫的了，赶紧选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唉，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，没意思啊。这不是还没赌呢吗？这说不定啊，一会儿两极反转。哥们儿，你没听刚刚杨老的话吗？不说古老本就是相遇大师，就凭杨老那号称小翡翠王的名头，那他俩都看中的材料，怎么可能会输啊？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这个小姑娘这么年轻，不知道收敛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确实火。可不是嘛。苏玉宁，这下我看你怎么办。小贱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了。真是奇怪，这几块原石看上去都是极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管了，能赢就行。选好了吗？抓紧吧。催什么催？这不选好了吗？就这块。小姑娘胆子真大，还不挑那个开过窗的翡翠绿，真是有意思。什么开出帝王绿的项羽师，在古大师面前也不过如此。哎，老杨，小姑娘拿的这块料有什么讲究没？哎呀，这几块都是好料，能有什么讲究？无非就是风险高低罢了。他那块钟老、松花也上乘，关键是脑袋大小的原石上面竟有着3条蟒带，必然出绿。至于品质嘛，那就难说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小姑娘会输？输的可能性极大。何以见得？哎，你不懂。古老狗的那块虽然没有蟒带，但是品相依旧上乘，擦窗又见雾，而且是白雾。若是出绿，最低也是冰种。那时候丫头想赢可就难了。选好了，那就开始吧。老夫也不欺负你，让你先开。楚少，你说他能出绿吗？古大师说了，这几块原石都是好料，出绿是必然的。但想和古大师比品质，他还不够格。哼。如何？快公布结果，是冰种还是糯种？哟，垮了，这是块火龙果。垮了？是块火龙果。小姑娘运气也不怎么好嘛，居然是个火龙果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好的料子怎么是火龙果？这下真完了。
什么是火龙果啊？顾名思义，就是那里面的翡翠呀，就像火龙果的果肉一样杂乱，没什么太大价值。这原石啊，80%是垮了。别急，他们以品质定输赢，又不是比价值，还有机会。小姑娘，承让了，这次的费用就由你来承担了。以后啊，就离开赌石界，否则将剜眼断手。老头儿，你急啥？你这块不是还没解呢吗？就觉得自己一定赢了？我这个虽然是火龙果，但可是有着一颗糯种阳绿的，你急啥？哼，一块糯种阳绿就想赢了老夫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届时让他输的心服口服。待会儿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，不要跪在地上求我。这又垮了。什么？又垮了？怎么可能？垮了？怎么回事？出绿了还是没出绿？出了。这个是豆种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有问题！你解的一定有问题！来牛，再来一刀！怎么样？哟，水沫子垮了。不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这鼎鼎大名的古大师，竟然开出了豆种，再接下去连豆种都没有了，成水沫子了。这事儿闹的，这不可能！这一定有问题！不行，这还有3块，我们再来一局。随你，不过我只需要这一块糯种阳绿，剩下的3块，只要你能开出任何高于我的，就算我输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丫头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……放心吧，爷爷，我能赢他1次，就能赢他2次、3次。哎，再帮我开这一块。怎么样？又垮了？怎么可能？那还有开窗率，它怎么可能会垮了？它只有那么一小层。之前开窗那个人水平很高，只有那么一点小绿。顾老头，你干什么呢？正所谓宁买一线不买一片，你这垮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再给我开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又垮了。怎么可能？把最后那块也给我开了！这还是垮了呀！这怎么可能会这样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都是好料吗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老杨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是好料吗？你们盘料盘了这么多年，就没发现异常？你大爷的，真黑呀！做剧做了这么久，真有耐心。杨爷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被你偶像给骗了。鬼手不愧是鬼手，居然还是一把盘料的好手。这5块废料当初都是他选的，他却不盘，却让我们替他盘料。现在料活了，我们居然被骗了。不对，是吴老狗被骗了。鬼手不仅是鬼手，居然还是盘玉的好手。2位愿赌服输，这个丫头可不简单。过了今天，怕是要出名了。古大师，记得付账哦。哼，你们让我鉴宝，所以说这次损失你们得承担1半。凭什么？古大师，这不合适吧？毕竟我们的钱还留着要……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别忘记，没有我，你们就别想在这圈混。古大师，老不死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都输了还在这儿装什么样？你们不会也想与我为敌吧？到底给不给？给。行，钱可以给你，你现在给我滚！古大师记得付款哦。哼，这个老东西非要作死，这下好了，晚节不保喽。祥爷爷，我怎么记得你刚刚不是这样说的？我刚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不管了。哎，
元青花要上来了，咱接着拍卖，接着拍卖。哈哈。嗯。接下来拍卖的是元青花月下赏梅瓶，起拍价1个亿。哟，来了，苏小姐，帮我看一下这东西是不是真品？嗯。这青花瓶我一定要拿下，2个亿！这人谁呀？居然直接就翻了个倍！陈老板放心，这元青花釉面肥厚莹润，胎质坚实粗松，基釉处水绿色明显，橘皮纹且自然，纹饰布局繁密而不乱，应该是正品。2亿5千万。2亿7千万。丫头厉害呀！不仅赌石厉害，而且鉴宝也是一手啊！向爷爷见笑了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话说，你有这么一手，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弄一个赌石房呢？你要是需要原石，我可以提供啊，正好有开采毛料的场地。行，杨爷爷，等我决定了，一定找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3亿8千万。4亿。这东西属实难见，罢了。我老头子要的是最后的那幅画，这东西就让给你们了。4亿5千万。你别拦着我，这东西我一定要拿下。已经到我们的极限了。我们明明准备了6亿，都怪这老东西。4亿5千万1次，4亿5千万2次，4亿5千万。5亿，老子得不到，你们也别想讨好。他刚刚帮古言支付了1半的费用，哪还有那么多钱？看我的！5亿5千万，6亿，6亿1次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要是他不跟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鬼加价，你倒是加价！我就4亿5千万，我不是有意出鬼价的。他没有那么多钱。6亿2次。陈锦明，倒是加价，怎么不会没钱买了吧？告诉你，这东西迟早是我的。哟，楚大少若是喜欢，那拿去好了。你，陈锦明，你个懦夫，你快加价！6亿3次，成交，请这位先生完成交易。我不要了。先生，您是在开玩笑吗？我没开玩笑，我就是不要了。这位先生，我天星拍卖行落锤无悔，既然敢出鬼价，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支付3亿，走人。以后我天星拍卖行不欢迎你，否则断手还是断脚，你自己选。这位先生，刚刚有人恶意竞价，开出鬼价，您作为第2价高者，是否愿意以5亿5千万买下这件拍品？乐意之至。成交。陈锦明，你大爷！既然这么顺利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嗨，陈老板，杨爷爷的提议我同意了，但是我不想单纯的开赌石坊，我要开万宝堂，集赌石、鉴宝和拍卖为一体的堂口。行，我会和杨爷爷说的。这样，明天有场宴会，你陪我参加一下，对你开万宝堂有帮助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越来越有意思了，没想到苏小姐还有这样的野心。只是你知道你要面临的是什么吗？你说那个丫头直接就选了那颗火龙果，而且只选了1颗，是有点意思。看来这个丫头绝不简单。我设了10年的局，那些老家伙都没有看出来，居然被她一眼看穿了。那个丫头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叫苏雨宁。你说什么？苏雨宁？是的，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情绪波动这么大？去查，我要她的所有信息。是。这女的到底是谁？哎，陈小子，杨爷爷，那丫头呢？苏小姐一会儿就到，咱们呢这边请。行，那就等她，等她来了，咱们再一起过去。哎，
是谁啊？今天是宋老爷子80大寿，这种人也有资格参加？哼，少说2句，不要惹事。哎，爷爷，来了。怎么不让人去接一下？这多丢脸呀！不过这也挺像那丫头的风格的。走吧，爷爷。行。哇，这好大啊！这种级别的宴会真的是咱们能参加的吗？放心好了，我相信杨爷爷和陈老板。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这也是坐出租车能进来的？门口的保安怎么办事的？杨爷爷、陈老板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我们也是刚刚到。哎，丫头，让你带的东西带上了吗？带着呢。还想着去哪儿找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货上门了。东西就在他手上，进入会场后就动手。哎，行，我会尽量帮你的。以你的能力，加上我和陈小子，那死老头应该不会拒绝。只是你想开万宝堂的事，天星拍卖行那边的麻烦就得靠你自己解决了。香爷爷，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，已经帮我省去很多麻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。这次大会还有一个鉴宝的清谈会，到时候各级别的人物同时到场，他们会把自己的宝物拿出来互相鉴赏，到时你可得把握机会啊。一会儿啊，你这天赐玄龟洗一出啊，那些老家伙们只怕是都坐不住了。咱们进去吧。哎，老宋头，老杨头，这次我大寿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人都来了，你还让我给你准备什么呀？还是不知足啊，宋老头。哎，你这老头，你上次大寿，我可是下了血本，送给你的可是官窑啊！嘿嘿，打住打住，那又如何？哎，我可没求着你送我。你这老家伙呀！行了行了，有什么好处肯定会想着你的。陈小子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，有了这个，你还要什么礼物啊？对啊，外公，我跟苏小姐为你准备的礼物——元青花月下赏梅瓶，马上就送到了，一会儿啊就能看到了。收藏界泰斗，国家1级文物鉴宝师，是陈老板的外公呀。好，好啊，有心了啊！苏姑娘，就是你们上次给我说的要开万宝堂的那位吧？哎，宋老头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苏丫头的眼光毒着呢。哎，上次那拍卖会，老神医，还记得我俩吗？哦，是你们2个呀？哎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要跟着我学习医术呀？哎，怎么，你们认识呀？宋老，您就别取笑我了，我哪是学医的料啊？这回就好办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等眼光啊！啊，我这儿啊倒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其他的几位老家伙就要靠你自己去让他们信服了。毕竟啊，想开万宝堂就要征得他们的意见，这才是关键呀！啊，另外，这万宝堂还要拍卖，这是要跟天星拍卖行对着干啊，这才是难题呢。丫头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这天星拍卖行可不是好惹的呀，他背后的那位一句话便能使赌石界80%以上的人不敢与你合作了。谢谢宋老提醒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好吧，咱先去喝杯茶，等一会儿再去清谈会。宋老头，来啊！这小贱人还真是好运，居然跟杨老在一起，还能得宋老亲自接待。狐假虎威罢了，还开什么万宝堂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跟他那个妈一样，不自量力。哼！哎呀呀！是啊。对不起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子？去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
怎么样，东西拿到了吗？我要的钱呢？放心，一个子都不给你少。是刚才撞我的服务员楚明浩，你还真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那报仇就先从你开始。玉娘，你嘀咕什么呢？微微，你说偷盗能判死刑吗？那得看偷盗金额了。无价之宝至少价值1000亿价值呢。偷盗超过50万就可以判无期，那价值1000亿直接无期起步了呀。陈老板，帮我一个忙，赌一个人。走吧，鉴宝会议开始了，我们一起进吧。陈锦明，你想拿这个东西当做贺礼是吗？老子让你跟我抢！糟了，完了！哎，兄弟，来，怎么？来人啊！抓贼了！有人打碎了清谈会的展品！你有病吧？出了什么事儿？这是元青花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他，我亲眼看见他打碎了元青花。哟，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宝贝吧？还不快报警！赶紧把这个人抓起来！这元青花不是我打碎的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笑话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？我明明亲眼看见你打碎了元青花，你还想狡辩？那我还说我亲眼看到是你打碎的呢。你这么急着想把他抓起来定罪，你是在害怕什么吗？小贱人，你少放屁！我儿子是那样的人吗？我儿子的为人我最清楚了，他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是吗？那他为什么比我们所有人都先出现在这儿？不会是来偷了什么东西吧？你胡说！我可是楚家的大少爷，我要什么东西没有？还用偷？倒是他，看着就像个服务生，也不知道手脚干不干净。外公，您找我啊？怎么了，外公？小陈，我们终于找到你姐姐了。姐姐？她在哪儿？过得怎么样？现在过得很好。你明天就去，先替我见见她，我去办点事儿，随后我就到。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姐姐，这个就是被姐姐保护的感觉吗？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报警吧，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了。对无辜的人，我们自然要还以真相。其实很简单。小贱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要毁掉第一现场，包庇这个小偷是吧？再骂一句小贱人试试。好奇怪，怎么感觉这个少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？大妈，帽子可不能乱扣。各位都是来参加宋老宴陈的，能来此次清谈会的不少都是专家，想必不用我说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在触摸古董时都会佩戴专业的手套，因此指纹不会粘在文物上。是啊，这釉面上怎么有枚清晰的指纹？只要对比下指纹，不就清楚了吗？是吗？让我看看。你这么急切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是他打碎的吗？等警察来了查验指纹，不就能还你真相了吗？你个把碎片给我！小你炸我！闭嘴！宋老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您的损失我们照价赔偿。还请宋老高抬贵手，我们楚家可就这么一个儿子。楚东，你打儿子算什么本事啊？你有种收拾那个小去！你给我闭嘴！我跟那个小什么关系？还是罢了，
今天是我的大寿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大，你们给我安分点，就照价赔偿吧。好，多谢宋老，给我老实点。今天让诸位见笑了啊！清谈会继续。丫头，这些人可都是收藏界、赌石界的大佬，他们无论是从进货还是从销售方面都有渠道。你开万宝堂要能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可就成功了一半。至于另外那一半，那就要看天星拍卖场了。准确的说，就要看鬼手对你的态度了。感谢诸位来参加老夫的寿宴，今天的清谈会便正式开始吧。宋老，这每次的清谈会啊，就那样，没什么新鲜东西。这次本来还有个元青花，现在好了，这元青花也没了。这次听说有人要开万宝堂，是哪位？哎，你直接就给我们引荐引荐，能不能成，我们也得先看看人再说呀。我说周老二啊，就你心急，你要是不乐意，你就先出去。哼，杨老头，平时就属你最着急，叫嚣着清谈会最无趣，今儿早点进入主题，你还不乐意了呢。诸位前辈，正是晚辈我想开一个万宝堂。什么？就你啊，一个小姑娘？老宋头，你是拿我们开玩笑吗？就这么一个小姑娘，懂什么鉴宝？我承认，这小姑娘刚刚长按是有一手，可这鉴宝可不等同于长按呀。是啊，小娃娃，你懂什么是选料开料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开万宝堂啊？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眼光厉害，可不代表能赌石啊！哼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哗众取宠。更可笑的是，居然还有人相信，愿意跟他合作，还真是蠢。诸位想让晚辈怎么做呢？简单，那我们就比一比赌石和鉴宝。今天只要你能在这清谈会的古董和原石中找出价值最高的，或者能拿出力压所有的宝贝，我们就服你。此话当真？这是自然。你也同意？大家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只要他俩同意，我们就同意。对，我们同意。哈哈哈！要是这样，你们可就输了。笑话，杨老头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们怎么就输了？哎，我请问你啊，这元青花，你承不承认是今天目前场中最有价值的？这是又如何？是就对了。这元青花就是这苏丫头鉴宝拍卖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是说陈小子请了一位年轻女，她就是那位香玉大师。哎，对喽。不能算啊，这元青花都碎了，就算是他的又如何？哎，不能算，不能算。那要是他能拿出比这元青花更好的呢？算还是不算呢？他要是现在能拿得出比元青花更好的，自然算。好，快，丫头，把那东西赶紧拿出来。祥爷爷，东西被偷了。东西被偷了？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哎，在哪里丢了？快去找啊！哎呀，丫头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行了，杨老头，你在这演戏给谁看呢？没有就是没有，演得跟真的似的。行了，小丫头，我们可没工夫陪你耗。各位前辈别急啊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东西找到了，自然就会证明。不是，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不是我。哼，小还想炸我，这次我看你怎么办。宋老，抱歉，还是报警扰了您的寿宴。无妨，找到宝贝要紧。谁报的警？我。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我丢了特别贵重的东西。请诸位配合我们搜身。警察同志，不必挨个搜身了，搜他就行。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处处针对我们，
你丢了东西，关我儿子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栽赃！没有证据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证据自然是有的。你哪来的证据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栽赃，别想再骗我。陈老板，同志，他就是偷盗的同伙。说，是不是你们在这里偷盗？东西在什么地方？警察同志，我知道错了，是他给了我5万块钱，让我扮成服务员来偷东西的。你胡说什么啊你？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。就是，大家别听他胡说。我没有。东西被你们藏在哪儿了？我把东西都给他了，就在他身上，都是他藏起来的。警察同志，可以搜一下它里面的夹层。没想到堂堂楚少爷竟然是这种人啊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诸位，你们以为最少价值1000亿的西周天丝玄龟玺如何？这确实是好东西，只是什么指示？难不成你们这些老头子想耍赖不成？哎呀，真不是我们想赖账，关键是我们同意他也开不起啊。总之，只要他能得到天星拍卖行的同意，我们就同意。是啊，天星拍卖行可是占全市80%的销路，得罪了他们，我们谁还有活路？而且别忘了后面那位可是鬼手。我们天星拍卖行愿意跟苏小姐合作，甚至愿意加入万宝堂。这位小哥，你是？我是鬼手前辈的代理人，也是现在天星拍卖行的掌柜。掌柜，你吹什么牛啊？我看你就是想骗大家一起和天星拍卖行作对，真是居心叵测，满肚子坏水。就是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鬼手怎么可能愿意跟一个小丫头合作，还把拍卖行插入进去？要是老夫自己同意呢？外公，真是鬼手前辈啊！外公，就是他们欺负我姐。你个老巫婆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今天我要让你对我还有我姐以及我们苏家做的一切，我要让你们连本带息的全还回来。这不可能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要不是老夫及时赶到，小陈还真被你们害死了。可怜了老夫的一双外孙，被你们害得吃尽了苦头，你们真该死！警察同志，这家子作恶多端，买凶杀人，侵占他人财产，更是当众行偷盗之事。这些年老夫收集的证据都在这儿了，还请你们秉公执法，将坏人绳之以法。放心，只要证据属实，他们必定逃脱不了制裁。好。孩子，苦了你了。外公，各位，苏雨宁本身就是我的外孙，天星拍卖行将来也有他继承，所以开办万宝堂这件事儿，我天星拍卖行完全赞同。好啊。今日我万宝堂正式成立。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，我找到了弟弟，还有外公。